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夜一段史，我是老陈。今晚咱们来讲一个关于看透的故事，一个帮人夺了天下，最后却选择彻底消失的人。他叫张良，他到底看见了什么，才让所有人都在争的时候，他却主动放手了？今天我们就一层一层的把这个真相拨开。汉朝刚刚建立那一年，皇帝大宴群臣，觥筹交错之间，他说了一句话：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我不如张良。满座没有一个人反驳。可就是这个被皇帝亲口承认的第一谋士，在论功行赏的典礼上只开口要了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叫刘县。皇帝给他选了最好的封地，3万户随便挑，他没要。他说：我与陛下相识于刘，就给我刘县就够了，没有兵权，没有封地，没有实权。所有人都以为他在谦让，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不是在谦让，他是在逃命。要理解张良这个人，必须从他的出身说起。他不是草莽英雄，他的祖父张开地做过韩国3代国君的相国，他的父亲张平又做了韩国2代国君的相国，5代相国之家。在那个年代，这意味着他出生那天起，就站在了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位置上。然而，秦始皇统一了天下，韩国灭亡了，张良的世界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塌陷了。史书上说，他家有300个门客，家境殷实，衣食无忧。但他没有用这些钱置产买地，没有藏起来保命，他散尽家财，只做了一件事，找人刺杀秦始皇。他找到一个大力士，打造了一个重达120斤的铁锥，藏在博浪沙的道旁。秦始皇的车队经过铁锥飞出，砸中的却是副车，刺杀失败。秦始皇大怒，全国搜捕张良，他改名换姓，逃亡下邳，消失了整整10年。这是张良的第一次转身，从贵族公子变成亡命之徒。10年之后，天下大乱，陈胜起义，各路诸侯纷纷揭竿。张良也拉起一支队伍，打算自立，但他遇见了刘邦。史书没有详细记录他们第一次见面说了什么，只留下一句话：沛公善用陈谋。翻译过来就是刘邦这个人听得进我的话。这对张良来说比什么都重要。他的谋略在其他人那里说不通，在刘邦这里却说通了，这就够了。他放弃了自立，跟了刘邦。这是他的第2次转身，从准备自立的诸侯变成一个谋士。注意这个选择的重量，一个出身相国世家的人，放弃自己独立建国的可能，甘心做别人的谋士，这不是普通的谦让，这是对自己能力的一次极其清醒的评估。我擅长谋划，不擅长统兵，我能看透局势，不能凝聚人心。刘邦有我没有的东西，我有刘邦需要的东西，这笔账他算得很清楚。但最关键的第3次转身发生在天下已定之后，攻城之日，他选择了消失，这才是今晚故事的核心。公元前202年，楚汉战争结束，项羽死在乌江边，刘邦建立大汉，定都长安，这是所有人都该松一口气的时刻。但张良没有松气，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。这里有一个所有人都容易忽视的历史规律：打天下的时候，皇帝需要人；守天下的时候，皇帝害怕人。这2件事儿是完全不同的逻辑。打天下时，敌人在外面，皇帝的恐惧是失败，所以他需要把所有能打、能谋、能统兵的人都拉到自己这一边来。这个时候，功臣的价值是无限的，功臣越强，皇帝越放心。但天下已定，敌人消失了，皇帝的恐惧换了一个对象，他不再害怕外敌，他开始害怕身边的人，那些曾经替他打天下的人，每一个都有兵有将，每一个都有威望，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势力网络。皇帝的问题从怎么打赢变成了怎么睡得着，而那些功臣仍然活在打天下时代的逻辑里。他们以为我为你卖命这么多年，立下这么多功劳，现在理所当然应该得到权力、土地、荣耀，
他们没有意识到游戏规则已经变了。张良看见了这一点，他看见的不只是这一点，他还看见了另一件事：刘邦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？要讲张良的退，必须先讲他对刘邦的判断。这个判断不是一天形成的，是他在10几年的相处中一片一片拼出来的画面。第一块拼图来自鸿门宴前夕，公元前206年冬天，刘邦先于项羽入关，占领了秦朝都城咸阳。按照当初楚怀王的约定，谁先入关，谁就是关中王。刘邦动心了，他手下有个谋士叫厉声，建议他守住函谷关，不让项羽进来。刘邦差点照做了。但这时候项羽有40万大军，刘邦只有10万。张良和另一个人一起劝住了刘邦。刘邦选择了放弃函谷关，亲自去见项羽，低头认错，化解了一场必输的决战。注意这里的细节，刘邦动心，说明他有欲望，而且欲望大到能盖过理智的程度，这是张良记住的第一件事。第二块拼图来自汉中的那3年，鸿门宴之后，项羽分封天下，刘邦被打发到了汉中。那是一块穷山恶水，远离中原。走之前，张良出了一个主意，把入汉中的栈道烧掉。一烧栈道，向外传递的信号是刘邦安心待在汉中了，没有东出的野心。实际上是为了麻痹项羽，争取时间。这个计策，刘邦毫不犹豫地执行了。但请注意，烧掉栈道意味着自己的退路也断了。如果形势不对，你都没有路可以逃回来。刘邦接受了这个安排，这说明他信任张良，到了愿意以自身为赌注的程度，同时也说明在最关键的大局判断上，他能压住自己的恐惧，这是刘邦的长处。张良看在眼里。第3块拼图来自一个险些改变历史的错误。楚汉战争中期，有个人向刘邦献了一个计策，这个人叫郦时齐。他建议刘邦分封6国后代，让他们各自复国，这样就能在天下形成众多诸侯共同对付项羽的局面。刘邦觉得有道理，他让人去刻印，准备宣布实施。张良恰好这时候进来了，他听说这件事儿，拿起桌上的筷子，在案上摆了一个推演逐条，告诉刘邦，这个方案有8个致命的错误，每说一条，他就把1根筷子拿走。等他说完，桌上什么都没有了。刘邦立刻变色，把嘴里的食物吐出来，骂道：“庶如己败而攻势。”翻译过来就是这个书呆子差点坏了我的大事。注意这个场景，不是张良在饭桌上慢慢讲道理，而是他抢在印信刻好之前进来的。他用的工具是筷子，是当下现成的东西，快、准，没有1秒钟的犹豫。而刘邦的反应是立刻认错，没有因为已经宣布了而死撑面子。张良记住的是刘邦听得进去，但他同样记住的是刘邦差点酿成大错。这个差点在日后成了张良判断的一块基石。第4块拼图来自天下已定之后，楚汉战争打完，刘邦开始论功行赏，他自己亲口说张良是第一谋士，叫他在齐地自选3万户，这是极高的礼遇。齐地是当时最富庶的地方之一，3万户意味着庞大的财富、人口和税收。张良拒绝了，他只要了刘县，理由是与陛下相识于刘。刘邦答应了，封张良为刘侯。但这件事里有一个细节，大多数人没有注意到，张良不只是要了一个小地方，他同时宣布他要跟随赤松子学道，修身养性，辟谷不食。辟谷是什么？是一种道家的修炼方式，不吃粮食，以气为食，真的修炼者有。但很多人用它来表达的是我退出了，我不参与政治了，我连吃饭这件事都不在乎了，你觉得我还会觊觎权力吗？张良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出世的道人，这不是真正的出世，这是最高明的自保。此刻我们需要把镜头拉开一点，看看另外2个人，韩信和萧何，同样是汉初3杰，同样立下盖世功勋，同样面对同一个刘邦，3个人的结局是理解张良的最好注脚。先说韩信，
他的军事才华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几个人能比。他帮刘邦打下了大半个天下，军功之高，连刘邦自己都承认，连100万大军战必胜，攻必取，我不如韩信。但韩信活在一套自己的逻辑里，我有功劳，所以我应该有权利。我有权利，就应该有与权力相称的地位。我的地位不能被随意剥夺。这套逻辑在打天下的时候是对的，但天下已定。这套逻辑变成了他的催命符。楚汉战争最激烈的时候，韩信灭了齐国，手下谋士蒯通劝他自立，说天下三分，楚汉韩三足鼎立，你若自立，天下谁也奈何不了你。韩信拒绝了，他说刘邦待他有恩，他不会背叛。这句话是真心的，但他同时做了一件事，他写信给刘邦说，齐地刚刚平定，需要一个王来镇守，请封我为假王。这封信的时机是刘邦被项羽围困，正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候。刘邦看到信的第一反应是大骂张良，在旁边踢了刘邦一脚。刘邦立刻改口，大丈夫定诸侯就应该做真王，做什么假王，封韩信为齐王。这件事发生之后，刘邦记住了一件事，韩信在最关键的时刻选择用手里的军队向我开价。这个印象刻进去了，再也没有消失。天下定了之后，刘邦立刻以计谋夺了韩信的兵权，把他从齐王改封楚王，又从楚王降为淮阴侯，最后以谋反罪被吕后诛杀于长乐宫。临死之前，韩信说了一句话：“吾悔不用蒯通之计，乃为儿女子所诈，岂非天灾？”他到死都在想，如果当初听了蒯通的话，3分天下结局会不会不同？他想的仍然是我怎么能赢。他从来没有想过另一个问题，赢了之后怎么活。萧何的结局比韩信好，他活到了汉朝建立之后，但他活着的代价是用整个晚年来向刘邦证明一件事：我没有野心。刘邦带兵在外打仗的时候，萧何在后方负责供给粮草，他把这件事做得极好。好到什么程度？好到刘邦开始不安心了。有人告诉刘邦，萧何在关中收买人心，百姓都爱戴他，您要小心。刘邦立刻派了一波使者，每次来问候，实际上是来盯梢。萧何知道了，他做了一件事儿，他开始主动做坏事儿。他大肆购置田产，压低价格，强买百姓的土地，故意让自己的名声变臭。刘邦听说了，反而放心了。萧何只是在贪钱，不是在收买人心。这件事之后，萧何又做了第2件事。韩信被诛杀的那一年，吕后把萧何叫去，让他配合抓捕韩信。萧何参与了，他亲手把曾经一手举荐的韩信送进了屠刀之下。史书上没有记录萧何那一刻的心情，只说他因功受赏，加封了5000户，增加了500士兵做护卫。萧何谢恩，你可以说他是不得不如此，你也可以说他别无选择，但你必须承认，他活了下来，带着污名活了下来。他活到了汉惠帝2年，寿终正寝。而张良，他选择了另一条路，韩信没有退，死了，萧何以污名为代价，活了。张良选择了第3条路，他把自己从棋盘上移走了。这3条路对应了3种对同一局势的理解。韩信的理解是我有价值，所以我有资格；萧何的理解是我必须活着，所以我必须顺从；张良的理解是这盘棋本身就不该继续下了。现在我们把张良的逻辑拆开来看，他究竟看透了什么？张良跟了刘邦10几年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刘邦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刘邦的长处是什么？能用忍，能忍辱，能在关键时刻压住欲望，做出理性决策，这些都是真的。但刘邦还有另一面，同样是真的。他是一个出身草莽的人，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消除的不安全感。这种不安全感在打天下的时候被压制了，因为有更大的威胁在眼前。但天下已定，外部的威胁消失了，这种不安全感就开始向内爆发。
他开始觉得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项羽，他开始觉得每一个有威望的人都在算计他的皇位。这不是刘邦一个人的问题，这是所有得到权力的人的共同心理。权力的核心特征是唯一性，一个皇位只能有一个人坐。当你得到了这把椅子，你就永远生活在有人要抢走他的恐惧之中。这种恐惧会把所有强大的人变成威胁。张良看透了这一点，他知道在刘邦的内心世界里，一个有谋略、有声望、有追随者的人，迟早会成为皇帝的心病。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存在。世俗的逻辑是，你立了功就应该有回报。这个逻辑在一般的社会关系里基本成立，但在皇权面前，它有一个致命的例外。如果你的功劳大到皇帝无法偿还，这个功劳就不再是资产，而是负债。不是你欠了皇帝的，是皇帝欠了你的。皇帝欠你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每次他看见你，他都在被提醒我欠着这个人。我的天下有一部分是他的功劳，如果他不高兴，他能要求什么？没有一个皇帝能长期承受这种债务感。解决这个债务感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？让债主消失。中国历史上功高震主这4个字不是一句警告，是一条规律。张良看见了这条规律，然后他做了一个计算，我的功劳是帮刘邦从一个草莽之徒变成了开国皇帝。这个功劳有多大？大到没有办法用封地和爵位偿还。既然还不清，就不要让它成为债务。最好的方法是让它蒸发，主动降低自己的存在感，主动缩减自己的权力欲望，主动让刘邦觉得张良不需要什么。张良没有威胁，张良只是一个老了道士。韩信要的是名和实都要，既要齐王的封号，也要真实的兵权。萧何要的是命，名声可以臭，权力可以让，但要活着。张良要的是另一种东西，他要退出这个名与实的争夺本身。这里有一个极其微妙的地方，张良不是没有欲望的人。一个少年时散尽家财雇大力士刺杀皇帝的人，怎么可能没有欲望？他的欲望从来都是真实的，而且巨大的。但他的欲望在天下已定的那一刻，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。他要报的仇报完了，秦朝灭亡了；他要建的国建成了，汉朝取代了秦朝；他要证明的事证明了，一个失去祖国的亡国之人，凭借智谋改变了历史的走向。这些都完成了，接下来还要争什么？争更多的封地，争更高的爵位，争在朝堂上说话算数的地位。这些他都看透了，是会上要命的东西。他不是不能得到，而是他知道得到了就是陷阱。有一种人能看透别人的处境，却看不透自己的处境。韩信就是这样的人，他能替刘邦规划如何灭掉项羽，他能看透整个战场上的形势，但他看不透自己在刘邦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。张良不一样，他同时能看2件事，一件是外部的棋局，一件是自己在棋局中的位置。他知道一个谋士的价值永远只存在于被需要的时候。谋士的本质是工具，不是贬低，而是事实。皇帝需要谋略的时候，谋士有无可替代的价值。皇帝得了天下，不再需要谋略的时候，谋士的价值就从资产变成了风险。工具有2种结局，被收进仓库或者被销毁。张良选择了主动走进仓库。理解了张良的逻辑，我们再回头看他做的几件具体的事儿，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层次。鸿门宴之前，项羽的谋士范增劝项羽，此时必须杀掉刘邦，留着他是祸患。鸿门宴上，范增3次示意项羽动手，项羽3次没有行动。张良在宴席上几乎没有说话，他做的事是在关键时刻把樊哙放进来，打破了宴席上压抑的气氛，给刘邦创造了离席的机会。但更关键的是，张良在这一场宴席上完成了对项羽的判断，这个人下不了手。他有勇有力有弊，但在最关键的决断时刻，他会犹豫。这个判断后来成为张良一系列谋略的基础。汉朝建立之后，刘邦分封功臣，
争议极大。很多将领认为自己功劳被低估，不满情绪在军中积累。刘邦察觉到了，但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张良建议了一件事，他说：“陛下，您平生最讨厌谁？”刘邦说了一个人的名字，雍齿。雍齿是刘邦起兵时的部下，曾经背叛过刘邦，投奔了魏国。刘邦恨了他很多年。张良说：“您立刻封雍齿为侯。”刘邦愣了。张良解释说：“您把自己最讨厌的人封了。”所有的将领都会觉得，连雍齿都有份，我们的封赏差不了，不满情绪自然散了。刘邦照做了这件事，本身是很高明的谋略，但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件事里张良的自我定位，他在帮刘邦解决稳定问题，而不是在争自己的封赏。他把注意力从我能得到什么，彻底转移到了我还能为你做什么。这是一种极度清醒的策略，让刘邦觉得张良永远站在他这一边，永远在解决他的问题，而不是制造问题。刘邦晚年有一件事儿，让整个朝廷人心惶惶。刘邦想废掉太子刘盈，改立宠妃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。吕后急了，太子的位置一旦被废，他的地位就彻底动摇了。他让人去求张良，张良起初不愿意，他说：“这是皇帝的家事，我不适合插手。”但使者苦苦相求，张良最终给了一个建议。他说：“有4个人，皇帝仰慕已久，却三顾而不得。这4个人合称商山4号，是天下有名的隐士。你们想办法把这4个人请出来，跟在太子身边。如果皇帝看见这4个人都愿意辅佐太子，他就会明白，太子已经有了真正的人望。”吕后照做了。后来刘邦有一次见到太子身边跟着商山4号，果然大惊，问这4个人从哪里来的。4人报了名号，刘邦沉默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算了，太子羽翼已成，动不了了，废太子的念头就此打消。”但注意张良在这件事里的一个细节，他给了吕后方法，但他自己没有出面，他没有站到吕后那一边，没有公开支持太子，没有在这场废立之争里表明立场，他只是提供了一个工具。这是一种极其精密的切割，帮了忙，但没有站队，做了事，但不留痕迹，留下了人情，但没有留下把柄。讲到这里，我们需要停一下，问一个更难的问题：张良的选择真的是对的吗？有一种声音认为张良是最聪明的，他看透了权力的本质，选择了唯一安全的出路，所以他善终了。这个角度是对的。但还有另一种声音很少被提起，张良的退究竟是真正的超脱，还是一种被迫的表演？他说要随赤松子学道，辟谷修仙，但史书里同时记载，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常年卧病。这个修道有多少是真心的出世，有多少是借病脱身的策略，没有人知道。还有一点更让人难以回避，张良全身而退了，但他的家国之仇究竟有没有真正报完？他报的是韩国被灭之仇，通过帮刘邦灭秦，算是对秦朝完成了清算，但韩国终究没有复国，他的祖父和父亲辅佐的那个王朝永远消失了。刘邦建立的大汉是另一个王朝，不是韩国。张良晚年史书里留下了极少的记录，他活到了汉高后2年，公元前186年病逝，谥号文成侯。死的时候有没有遗憾？他没有说，史书没有给他最后一句话，他选择了消失，然后他真的消失了，连死亡都悄无声息。另一个争议来自后世对张良的评价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对张良的描写极其克制，他说：“余以为其人迹魁梧奇伟，志见其图，状貌如妇人好女。”翻译过来就是：我以为张良这个人应该是高大威猛的，但看到他的画像，面容却像一个美丽的女子。这句话很多人解读为司马迁对张良的赞美，外表柔弱，内里刚强。但也有另一种读法，司马迁是在说张良这个人表里不一，他展示给世界的
和他内心真正的样子不是同一个人。这究竟是智慧，还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？读史的人会有各自的答案。有一年韩信死了，张良当时在哪里？史书没有明确记载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知道这件事。韩信和张良曾经同为刘邦麾下最重要的人，一个运筹帷幄，一个攻城略地，两个人共同撑起了汉朝的大半天下。韩信死在长乐宫的中室里，被吕后派人以竹竿刺死，因为对武将用刑不能动刀剑。临死前，韩信说恨不用蒯通之计，而蒯通正是当年劝韩信三分天下的那个人，劝他在最有实力的时候自立为王，不要把命运交给别人。韩信没听，现在他死了。张良听到这个消息，内心是什么感受？历史没有留下答案，但我愿意猜测，他一定感到了一种复杂的、无法用语言完整表达的情绪，不是庆幸，不是悲伤，也不是冷漠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对命运本质的确认。我看见的果然是真的。权力容不下英雄，英雄只能在权力需要他的时候活着。天下已定，英雄的时代就结束了。但结束了又能怎么样呢？韩信不肯接受这个结束，所以他被强迫结束了。张良提前接受了这个结束，所以他得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慢慢的淡出。到这里，今晚的故事已经快讲完了，但我想在结尾之前多停留一会儿。张良的故事通常被讲成一个关于智慧的故事，看透了，所以退了，所以活了。但我觉得这个故事里还有一层更沉的东西，很少被人提起。张良真正看透的不只是权力的危险，他看透的是一件关于人的更根本的事。当你所有的价值都建立在你能为别人做什么的时候，你的命运就不再掌握在自己手里了。韩信的价值是他能打仗，打仗用完了，他的价值就结束了。萧何的价值是他能管钱粮，钱粮管好了，他的价值就变成了威胁。这两个人都把自己的存在彻底绑定在了刘邦的需要上。刘邦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是天下最重要的人；刘邦不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是天下最危险的人。张良看见了这个逻辑，然后做了一件事儿，他把自己的价值从刘邦需要的人悄悄转移到了刘邦不需要防备的人。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定位，不是要赢，是要让对方觉得跟你没有输赢可言，不是要争，是要让对方觉得你根本不在这个棋盘上。这个逻辑放在任何一个涉及权力与依附关系的处境里都有它的重量，但我不想把它讲成一套可以复制的方法论，因为那样会辜负这个故事。张良的退代价是什么？是他放弃了一切仍然可以争取的东西，是他把所有的功劳主动装进了历史，而不是装进自己的口袋，是他选择了在最辉煌的时刻停止发光。这不是容易的事，这是一种需要极大内力才能做到的对自我欲望的彻底清算。多少人能在最高点主动停下来？多少人能在别人都在争的时候选择放手？多少人能在功劳最大的时候偏偏说这些我都不要？这是一道极难的题。张良答出来了，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史书没有写，后人也很少追问。汉朝建立后第7年，刘邦在讨伐异姓诸侯王的路上受了箭伤，回到长安后病情越来越重，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。临死之前，他做了最后一次分封，把儿子们封到各地。史书记载，张良在这个过程中最后一次露面提了一个建议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他没有在刘邦的病榻前守候，没有在朝堂上留下任何政治遗产，没有给后人留下一篇文章述说自己的谋略与功勋。他就这样淡出了历史的舞台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刘侯世家》的结尾只写了一句话：刘侯从入关，性多病，即道饮不食谷，杜门不出岁余，竟以寿终。寿终这2个字是他留给后世最简单的交代，没有刀光，没有血影，没有冤屈，没有遗恨，他走了，走得干干净净。
2000多年过去，博浪沙的风还在吹。那个少年曾经站在道旁，把120斤的铁锥投向远处的车队，心里燃着整个韩国的恨。后来，那个恨变成了谋略，那个谋略变成了一个王朝。那个王朝，他最终选择了不要，他只要了一个地名刘。也许他留下的不是那个叫刘的地方，而是他的离开本身。离开是他给自己最后的一局谋略，这一局他赢了，但赢的滋味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。好了，今晚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3个人同一片天下，韩信以力争没了，萧何以名换命苟活了，张良以退为进消失了。3种选择，3种命运，什么是真正的赢？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。如果你也在深夜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，当你光芒万丈的时候，你会选择继续燃烧还是主动熄灭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一起聊聊历史，聊聊那些关于选择和代价的故事。夜深了，晚安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咱们下个故事见。